人妖共存的修仙界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哈基大陆。大陆上有一个神秘的宗门，叫哈气宗。该宗门由哈气幻影大师一手创立，宗门内的哈气神功名震一方。据传，哈气宗镇宗之宝，乃是上古一品仙器南北绿豆，将其种入土中，便可长出任何想要的高阶材料，还能获得一颗新豆，先历100年。哈气幻影大师闭关期间，被弟子黑白与听泉联手偷袭而陨落。哈气幻影大师在弥留之际，将那南北绿豆投至凡间，不知所踪。又分出一缕分魂降临哈基大陆，转生成异界凡喵，名曰茂茂。新上任的黑白自称黑白真人，又与听泉内斗，将其逐出宗门。听泉自此带领亲信弟子前往哈基大陆西方建立逆哈盟，哈气宗一分为二，哈基大陆形成了哈气两立的局面。黑白和听泉渴求南北绿豆的力量，派遣大量弟子下凡寻找线索。从此，以茂茂为主角的《凡喵修仙传》便开始展开。茂茂出生在一户贫苦人家，常年受野哈帮欺压，生活过得很艰苦。为了减轻茂爹茂娘的压力，茂茂决定去哈玄宗应征弟子。茂茂由于资质太差，被哈玄宗拒绝，但好在被莫老收留，拜入莫老门下，也认识了好朋友张彤。我叫张彤，以后我们就是好兄弟了。在某天药园干活的时候，茂茂意外再捡到一颗发光的绿豆，带回去放进土里，竟长成出了自己想要的炼气丹。茂茂服下之后，功力大涨，竟从凡人之躯进到了炼气境界。此物居然有此等功效，对于本哈修炼岂不事半功倍？这一幕被门后的莫老看到，嘿嘿，成了成了。这一日，莫老将茂茂叫到房里，让他修炼一门功法，叫喵春功。茂茂从莫老的眼神里感受到一丝寒意。好徒弟，一定要修炼到第4层。于是茂茂一边服用南北绿豆结出的丹药，一边修炼喵春功，竟然一次性修炼到了第5层。此时莫老正在房内盘算着。突然张彤端着木盆推门走了进来。这天，莫老又将茂茂叫到屋内检查他的修炼情况。突然，莫老变脸发狠起来，并一掌将茂茂打飞。茂茂觉得被欺骗，准备用喵飞羽教他的剑法还击，却突然被另一人抱住。从那天开始，茂茂便抓紧修炼喵春功，同时也在苦思如何反抗莫老。看着苦闷的朋友，喵飞羽将自己的武艺绝学都交给了茂茂，还将佩剑赠送给他。为了活下去，茂茂决定给莫老设置一个陷阱，先下手为强。这天，茂茂以第4层喵春功的伪装修为，将莫老骗到了自己的房内。莫老突然发难，浑身散发强烈邪气，朝茂茂扑来。茂茂启动提前埋伏好的机关，莫老一时间被困住，但突然用蛮力强行挣脱了。茂茂又用喵飞羽的剑招抵挡了一阵，最终还是在莫老和童喵的合击下失败被擒。一阵晕眩中，茂茂被拉入了神石石海之中。只见莫老已经化作一只邪气大喵朝他扑来。突然，莫老开始被茂茂散发金光的身体不断吸入，他惊恐地挣扎，最终消失在石海。茂茂醒来后十分惊讶，看到一旁不动的童喵，摘下面具，发现竟然是失踪的好友张彤。茂茂转头又看到躺在地上气绝的莫老，从他身上找出了一封信。茂茂，莫某一生行事，从不向人哈气，沉迷败寇，自有南北。相信你能哈出自己的判断。妙生苦短，终归哈气。凭什么仙咪就可以哈遍天地，而我等凡咪只能做这井底哈气？茂茂，这世间多少好景色，你就带本咪去看看吧。
莫老在信中介绍了喵银手的解毒之法，竟然是去他的老家喵府找寻祖传的喵喵宝玉。于是茂茂告别了喵飞羽，带着童童踏上了修仙之路。第一站便是哈基大陆中部的中喵州找寻喵府。来到喵府，茂茂见到了莫夫人，没想到他竟然提出条件，必须迎娶他的女儿喵彩环才能拿到喵喵宝玉。喵彩环对茂茂一见倾心，但茂茂却一心向道，保持克制。茂茂哥，没有哈根真的无法修仙吗？最终，喵彩环主动将家里的喵喵宝玉道出送给了茂茂，这也让茂茂有了一丝动容。但是，一想到自己身负南北绿豆这等神器，便毅然告别彩环。临别前，喵彩环还送给茂茂一个令牌，这是他们祖上传下的哈仙令，只要身负哈灵根，就等凭此牌拜入宗门黄哈谷。这可是哈基大陆7派之首，仅次于哈气宗和逆哈门。茂茂循着哈仙令上隐藏的路线，一路往北赶路，竟恰好遇到了10年一次的中喵州修仙集市。哈基大陆7大派正好在此测验灵根，众多修仙喵都跃跃欲试，触摸测验灵球就能探查灵根资质。土木哈灵根通过，星系哈灵根通过。茂茂也试探性地上前测试，结果却让喵失望。4哈伪灵根不通过。哈灵根也敢来参选，真是不自量力啊！虽然茂茂是4色哈灵根，好在他有哈仙令，便可拜入黄哈谷门下。茂茂由于哈根资质太差，只被分到了看管药园的工作。入门后不久，为寻筑基机缘，茂茂报名宗门试炼，踏入凶险万分的血色禁地。机缘巧合下，他在禁地里撞见因素喵轮回宫而降低到哈气期的喵公丸。不好，是2级妖兽黑蛟。危急时刻，茂茂出手相助，共同击败了强大的妖兽黑蛟，却不慎击破了黑蛟的毒囊。这毒囊内的戾气比合欢散还要凶猛，让茂茂和喵公丸结下了这段意外情缘。仗剑天涯总是豪情相伴，少年不识愁，笑谈着风流，温情青涩风光自在心头。短暂相伴后，二人虽各奔前程，但这份秘境中的相遇已在彼此心中留下印记。茂茂凭借谨慎与实力，在混战中成功夺得哈基丹，同时也获得了神秘功法哈气剑诀。回到宗门内的小洞府后，茂茂吞服哈基丹，凝神打坐。多年苦修终有回报，成功突破伪灵根的桎梏，踏入了哈基境。